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Dustin。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实际上带大家看一份成绩单。那么这份成绩单呢，是由一位考了675分的同学所提供的。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同学的备考历史。这位同学呢，在一战的时候考了595分，72百分位。那在二战的时候呢，考了615分，78百分位。而在三战的时候，也就是这一战，考了675分，95百分位。好，那我们拿这份成绩单来大家看。Dustin 最新的这个数据分析是怎么样来进行？如果还没有看过数据分析的这个背后机制的同学，我会强烈建议大家赶快去看。好，那同时这位同学他也有把备考过程的回忆也有把它打上去了，好，方便我们更精准的去还原他考试当下的状况。好，那我们现在赶快来看哦。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在之前的影片中有讲过，GMAT 它除了每一道题目试新之外，一个新的科目它的起始难度会随着你前一个科目的表现而变化。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它的考试顺序。那同学呢说他的考试顺序是数学先。再来是 DI， 再来是 Verbal。好，所以我们等一下模拟会按照这个顺序来模拟。我们先来看他考试的第一科数学啊，当然数学大家看到这个分数，应该可以猜到他的长相嘛，对不对？应该是全对，对，没错，他在考试中的确是全部正确。不过呢，这里面有两个可以注意的细节。第一个，他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全部正确，他是最后1分钟把其中错的2题改对。那在计分机制模拟的时候呢，我们会去算进这2题错误的题目，因为你在事后改对，他会帮你把分数加回来，没有错。可是当下的做错，就会让他在能力估计的时候把你的能力先往下估，而给你的题目也会相应的比较简单。所以我们来看，实际上数学的模拟曲线长的是这个样子。在前面的所有题目全部做对，因为它是第一道科目，所以一开始的起始点是0，前面的所有题目都做对。而在12道题跟第13道题做错，那因为它前面的估计值实在太高了，所以这2道题虽然难度是高的，但是做错它的下滑幅度就相对比较大一点。那接下来呢，原本如果这2题没有改对的话，它的位置应该是在大约90到95百分位左右，但是因为这2题改对，所以实际上最后算出来是完全没有错误的，所以最后系统就给他了90几分的满分啊，以及100%的百分位。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到，他所做的题目全部都是极高难度的题目。当然，这个极高难度是对于全世界所有考生而言。对我们而言，其实还是会感觉到有一些题目是相对简单，但这位同学并没有因为简单而做得太快，就算有中了一些他之前看过的题目，他还是有跟循着 Dustin 当初所讲的，小心 GMAT 会侦测到你不正当的做题或者是异常做题，而有确定控制再验算一次。我们之前的影片曾经有讲过，考试策略应该是避免系统认为你猜题或者是泄题。所以如果这道数学你觉得算得很快，你觉得好像之前有看过，请你还是要确保验算一次，尽量让你的时间最短控制在1分钟左右，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系统是用什么标准来看我们，所以尽量不要让他觉得我们在猜题或者是不正当做题。所以这位同学也有去注意到，虽然有中，但是呢事后有在验算，这是值得各位同学学习的。那接下来呢，这位同学数学考完了，当然虽然是满分了，没什么好要加强的哈，但是呢，如果他在加强的话，我们就会去关注到他在整个考试里面做的时间偏长的题目。以及曾经做错但是被改对的题目，到底实际上是什么题目？那这位同学因为全对就没有提供了。好，我们再来看第2个他所做的科目 DI 部分。在 DI 部分呢，我们来做的模拟是根据他所做错的题目，在这个地方第4题、第6题、第8题、第16题跟第18题，总共5题。而在全部做完之后，他并没有修改到任何一道题目。好，那我们就用这个数据来进行模拟。当然，模拟的过程中我有做一个小调整，就是让他一开始起始点是在2个 theta 的地方。这个调整不一定是跟官方的调整一样，但是我们只是做一个模拟，因为前一个题组获得了满分，那这边我们就选择了还有高一点的起点开始，所以它一开始所得到的题目难度的确就非常高。好，那么可以看到模拟的过程里面，真正影响分数估计比较大的，主要会是前8题，像比如说第4题、第6题跟第8题，对于分数的估计波动影响比较大。而在第8题之后的第16跟第18相对是微调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来去研究这些地方的难度。可以看到是极高难度的地方，所以这位同学他在接下来练习，如果是针对 DS 的非数学相关题目，以及 DS 的数学相关题目，以及 MSR 这3种题目，我们都是去练习高难度的题目就可以了。当然，其中有一个小细节，由于 GMAT 的新制在今天2024年的10月30号上线还不满1年，而新制里面所新增的这个非数学的 DST 可能还没有收集到足够的数据。所以呢，有很大的可能这道题目其实是不计分的测试题，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因为官方不会去公布哪些题目是测试题，但是也有可能这道题目虽然错了，却没有被算分。那其中呢，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位同学做 DS 的时候速度算是蛮快的，1.5分钟，所以有可能有粗心。这位同学如果在当下考试的时候有去记得当时这一道数学的 DST， 也就是 MSR 做完紧接着这一道到底考的是什么的话，那我们事后辅导就可以更针对他这边的弱点来去加强。而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在考试的最后，其实难度已经稍有下滑，不再是顶尖难度，
而有可能是正常的高难度题目，甚至到了快要到中难度。这边我们还不能确定，因为我们这边所使用的数据，并不能去完全的知道官方在题库里面所使用的题目难度分布是怎么样。所以你看到这边好像是很高的难度，但也有可能官方的题目已经掉到了接近中难度。当我们知道这边的题目的难度实际上比前面的题目相对较低，而在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到前面会做对了较高难度的 GT Graphing Table， 到了后面难度相对较低，却仍然是 GT 却做错了。好，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位同学在面临时间压力之下，可能 GT 还并不是很稳定，所以建议这位同学平常练 GT 虽然一样维持在高难度，但是要去多加强做题的熟练度跟做题效率，这个是我们目前看到对 DI 的分析。那最后呢，这位同学他这个点所留在的位置也蛮接近我们在最后看到系统对他的估计，也就是84百分位。最后我们来看他考的第3个科目叫做 Verbal。那因为这边的判定没有到像刚刚的满分，而是84百分位，所以我在参数设定上 Verbal 的起始点我设定的就是大概为1。好，当然这个只是估计而已。而我们可以看到在 Verbal 里面这位同学的表现，他错的题目就比较多了。好，我们可以看到第1题、第6题、第7题、第10、第12、14，然后16到20连续的错误。那当然在设计里面呢，我也把它全部放进去了。这位同学后面也没有去修改到答案。好，我们来跑出来的结果长得是这个样子。好，各位可以看到，最后这位同学的 Verbal 的百分位是57百分位，它其实也蛮相近我们最后这个落点的预估了。那我们来看在中间的过程里面，哪些题目对分数估计的影响比较大，哪些题又是错了不该错的题目。我们可以在 Verbal 里面看到，大约是前7题的地方，题目对theta估计的影响是蛮大的，这是对应到我们之前所讲的，在前面的1到8题左右，同学们可以适度的把做题时间拉长，大概每一题多个半分钟左右，好好的检查，尽量不要用到先保留再修改题目的功能，因为在这个地方它会去严重的影响到对应的分数估计。就算后面回来改对了，可是当下它让你退回难度较低的区域的伤害已经造成了，它把分数补回来，但是却让你从3分线退回2分线，那你的发挥空间就变低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同学，首先第1题做错，第1题其实是一道中等偏高的题目，接下来当然回到了中难度的地方，第2题做对，第3题做对，第4题做对。好，那我们可以观察到3、4、5题都是属于中高难度的 RC， 它全对。而在第6题的时候，极高难度的 CR 做错，第7题极高难度的 CR 做错，这些都是蛮正常的点，因为这边的 CR 已经到了极高难度了。接下来我们看，因为这2题做错，它的估计值往下。而在下一个做错的题目第10题的地方，第10题的难度，因为跟第8、第9题一样，它也是一个题组。那我们可以看到8、9、10都是在高难度的地方，可以观察到第10题的难度在这边 1.83 左右，而它跟刚刚的第5题同样类型的题目 Infer Idea 难度第5题还更高，是 2.0， 同样类型的题目难度较低，结果却做错了。所以这位同学可能平常练习的时候 ，RC 的 Infer Idea 必须要重新来检视解题的流程，以及由于是 RC。也不排除是因为文章本身的解读产生的误解，不过这可能比较少，因为如果是解读产生的误解，会有另外2个特征。第一个，阅读的时间会明显比其他正常的做对的题目的时间还要长，尤其是第一道题目的时间。第二个 ，Stated Idea 问文章字面上意思或者是文章主旨的这个题目，理论上来讲表现应该要比较差。所以这边呢，我们会更倾向是这位同学在做 Infer Idea 的时候，可能解题流程并没有做好，或者是做出了不恰当的推论，做出了过度推论。我们再来看，在第12道题到第14道题，分别是错了第12个、第10道、14，但这个地方其实对分数的影响不是很大，波动已经进入了微调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同学第12跟第14其实难度也是高难度的。好，那当然跟前面相比，难度其实差不多。但是为什么这边就表现得不稳定呢？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同学当下有回忆出第3篇文章在考什么东西，或者是他在做的时候他所遇到的障碍，尤其是这一道题，他应该还会记得他有什么明显的障碍，因为这道题的做题时间明显大过于他其他做 inference 题的做题时间，代表他当时处理上遇到了问题。那当然，如果能够回忆出处理上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更对症下药，去帮他设计读书计划。另外，这篇文章本身它的理解上应该也有一些偏差，因为他错了一道 stated idea 的题目，所以我们要更去深入的去问同学说，第3篇阅读到底在读的时候是什么样类型的文章，讲什么故事的，他在读的时候有哪些地方感到不确定，这篇文章最有可能是他理解错了一部分的资讯。我们再看到第16题的地方，第16题这个时候难度很明显已经下滑到比前面大部分他所做过的 CR 还要低了，虽然他对分数的影响是微调，但是呢，难度低的做错就是一个异常。明明前面的第2道题、第11道题这些难度比较高的同样类型的题目都能做对，但第16道题难度相对较低却做错。那如果确定这一道题跟这一道题都是 Ballface 题的话，那代表说同学对 Ballface 这个地方需要重新平常练习的时候，好特别加强巩固。那我们就会在平常读书计划里面帮同学加强 Ballface 题的高难度的题型，包括文章的架构预测跟判断，包括逻辑用词的重新复习跟培训，包括Ballface题的专项练习。
而接下来第17、第18、第19、第20这道题全错。那这篇文章全错呢？其实我判断上比较有可能是这位同学遇到了时间的压力。可以看到，同学说这篇文章相对很长，很长的情况下，理论上来讲，第一题所花的时间，因为第一题包含了看文章的时间，不会比刚刚他前面说比较短的文章的时间还要短。再来，以同学刚刚处理这么高难度的题目，能够处理到全对，或者是只错一题的阅读能力，应该是不至于会做到这边4题全错。所以这篇文章与其说是能力不足而错，还不如说是同学的做题速度无法处理而错。不过还好，因为同学使用了正确的考试策略，他的考试策略是在前面7到8题多放一点时间，在中段的时候，如果这道题目感觉到不能处理，就勇于停损，把时间救回来，而在最后把握这些能掌握的题目，让系统帮你把分数微调回来。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出这一篇文章应该是同学已经感到时间有点压力，而主动的把时间控在一个他还能够把最后的题目做完的水平。所以同学最后也说很幸运，最后 CR 有挺住才把分数救回来。那也同时再一次肯定了及时判断情势，在中段放弃自己无法掌握的题目，勇敢停损的重要性。所以这位同学虽然在这边连错了4题，连错了一整个题组，他的这个百分位有下滑，但是还好在中段的时候有及时停住，在尾巴的时候是有能够回来掌握自己比较拿手的 CRT。那所以你再看最后 CRT 的 Planning Construction 回到了更低的难度，但是因为他的能力已经在这之上，所以他可以确实的掌握住。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说，同学平常在练习的时候，如果是 Analysis 跟 Critic，需要特别加强的是 boldface 的题型，而如果是 planning construction 的题目，只需要去练极高难度的题目就可以了。而如果是 RC 的话，需要加强的是 inference 的题型，还有作用题，还有应用题，还有 RC 的逻辑题，它是属于 infer idea 的范畴。而我们要去重新检视这位同学做 inference 题的解题流程，是不是有过度推论的问题，以及我们要去知道同学在这一篇阅读的时候，是不是遇到了具体的阅读障碍，这篇阅读的题材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文章结构长什么样子，我们都要去深入理解。当然还有这位同学的阅读速度还可以来继续做提高，这样才能够做到在下一次，就算前面花比较久时间，我们到最后仍然可以安然写完。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同学也有去补充，的确这位同学在这边做了一个艰难且勇敢的决定，对于自己无法把握的最后的 RC 题，由于记得 Dustin 讲说在这边的分数已经是微调，但是呢如果最后没有做完题目，被等比例的去扣积分，差别非常大，所以呢他决定保住时间去做最后3题的 CR。 好，同学们可以注意到这位同学的明智判断，他不是等到最后再去熬，他是中间发现确定无法理解就直接果断拆题。如果投资在这边，他可能只会对个1.2，但是如果来不及答题，扣分是非常非常的重。好，那很恭喜这位同学让总分达到95百分位，赢过95%的考生。那各位看完我们成绩单分析之后，你是不是也对自己的成绩单有一点想要知道更多细节的心情了呢？欢迎各位同学跟 Dustin 的终结者课程联络，我们会用同样的工具帮助你分析你的成绩单，并且根据成绩单里面我们所看到的细节来帮你制定专属于你的读书计划以及备考策略。我是 Dustin， 我们下次见，拜拜。